开始啊！嗨，大家好，我杰夫。我们今天来到彰化全国桌球锦标赛，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男女混双，通通都来了。全台湾最强、顶尖一流的选手都来到现场，我相当的期待。109年全国桌球锦标赛，英文是不是有翻错？大家帮我看一下，翻错了帮我在下方留言。好，我们赶快带大家进去看，走。这是我们欧式龙卷风的叶教练。大家好，我们这一次的全国个人的锦标赛，我想问一下，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格可以参赛？资格它有县市的推荐，还有参加上一次全运会的选手，在全中运自由杯的名次、15轻、18轻成人国手，还有大专的前8名的选手，他们都能参加。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打这个比赛，个人单打的第1名了，他们就不用经过成人国手的选拔，直接入选国手第1名。如果你不是成人国手，打到第1名就可以直接入选变成成人国手。是因为这次比赛几乎是100%的职业等级的选手，通通在现场，通通在这里。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走。第9桌死或赢的年纪。合作进步服务员许淑媛、蓝嘉熙到第10多预备。王一涵、东山高中郭本宁到第10桌预备。19场，东山高中。叶教练他这次有参加锦标赛，你参加了男单、混双、对男双，没错，参加3样。那你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就是亲自下去打，才能体会到现代的新技术。跟现在的新技术打完，我觉得说才有东西再灌输给小朋友，而且可以培养你跟学生之间的默契。没错，叶教练等于是带着他小朋友一起打所谓的男单、男双啦。那也是增加一些小朋友对教练的信心，默契也是再度的培养。是什么学校？什么名字？丰富高中陈庭欣，丰富高中陈君南新国中抓号手，今年几岁13。他可以算是这一次的全国个人锦标赛年纪最小的选手，我们的梦洁选手。那我想问一下说你昨天有在浴室唱歌吗？这个这次是全国个人的锦标赛，你们有参加什么项目？都有，我3个都有参加。男单、男双跟没有什么男单女单，你在逗我。女单、女双、男女混双。对。那目前有没有已经结束的？有混双，跟那个男生不熟，对不对？很熟，可是对手太强。那比什么项目最紧张？个人赛吧，你呢？混双因为不喜欢旁边有男生，没有，是因为比较缺乏练习，还是跟男生不熟？怕雷到他。会有压力。那女双你是跟谁跟他一组吗？那你也是不是跟他？不是。废话。
那我想问一下，说你15轻跟18轻跟这次的比赛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情？应该说15轻的话，就是已经是有个目标，可能要上国手之类的，就比较紧张一点。对。可是这个就是大家都强，所以来就是拼。就算输了，也就是赚经验。因为真的很多很夸张的选手，甚至连练球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球的后坐力哦。你自己会默默觉得女单你会比较有把握，对不对？对，我会觉得是因为双打会有一个人可以辅助，就是1+1=2。可是单打就是有时候你乱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哦，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哎。那你男女混双怎么办？靠男生，所以他会给你做足的安全感。是啊。那这次来有很紧张吗？有一点。那你12岁的少年国手会选上吗？有。这次来有没有赚到很多经验？是不是很多帅哥帅姐？他们都很强哦。对，很强。在场上遇到这些人打球的时候，会觉得哇，他们球好重，有没有感觉？但没在怕，还是会怕。那明天还有个人赛，今年输了。那我们希望接下来各大比赛都可以遇到你，顺利的晋级，顺利的一直进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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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今天礼拜6，我们拍了第1天的全国个人赛。那我刚拍完比赛之后，就去彰化老街吃了一个肉丸。就遇到一些选手，然后呢，我就回到台中。我这次住台中，因为彰化都被所有的桌球选手、家长、教练们住满了。那没关系，我们就留给选手住。我这次是住台中的中区，叫做城中城的饭店。它是一间全新2020 10月底才开幕的饭店，很新，不错。它的电视墙是用这种红砖的设计当墙壁，然后床的背后啊是用这种清水膜的这个水泥的颜色去做一个跳色的动作，所以不同角度会有一个不同气氛的感觉。然后它的厕所就是用玻璃，让它的采光空间感会拉得比较漂亮，是用一种老橱窗的方式，但是又是格子，再去配合这种有纹路的玻璃的设计，我觉得还不错。厕所用起来是舒适的，床也够大，一样有镜子、吊衣杆、冰箱，有很长的一个书桌可以让我的工作用。其实该有的都有，它就是一个比较简约商务型的旅店。如果你有价钱的考量，你觉得来台中玩静静的，不需要住到太豪华，这样的饭店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分享给各位。那我刚刚晚上去了一下一中街，然后我竟然在我饭店门口遇到一个国泰的女选手，跟我挥手。有看影片的话，赶快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是你。好，反正很开心，我真的很喜欢大家这么热情、认真的参与桌球的竞赛项目。当然，还是遇到很多可能老一辈的人不太知道我在干嘛。那我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有一部分很难过的是，这些体育台啊、电视台都已经默默好像不太愿意来，但不能怪他们，就是当他来拍赚钱的时候，没有广告收入的时候，相对他就不会派人来了嘛，就这么简单嘛。那没关系，我会尽量拍给大家看，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那坦白说蛮累，我每一次拍比赛，其实我压力都很大，很怕拍不好，因为经营这个频道已经快满1年了，一路以来也真的很感谢各位的支持，各位的分享，各位的订阅，甚至都有人跟我讲说，我把广告看完哦，让你有广告费，谢谢。目前并没有打任何的开销跟我投资的成本，还差得很远，但是我觉得这一切的努力，我相信都是值得的啊，不然我不会一直做，好吧？那就这样吧，我们明天再说，先休息，拜。来了，这是爆炸。安邦志愿。164场次，光复高中王国俊，高雄中学刘成玉，12球桌预备。什么
么名字？什么学校？国泰人寿黄宇桥，国泰人寿黄兴。那你们都毕业了，嗯，现在是国手，对。拿第3名。文化大学简彤娟，国立体育大学萧婷。帮我打爆的那位。你现在是成人国手，然后18青的国手，嗯，你们这一次等于是女双的双打个人赛得到第3名，然后他们都是国泰人寿的选手，都是职业队的。黄日文、李玉尊，现任的国手，我发现一件事情，成人国手都喜欢把头发染得很亮，怕没有人看到，是不是？没有。好，这次得到女子双打的锦标赛的冠军。其实我看你们后面很激烈，打到第几局？第6局。第6局哦。你们平常练球就有练双打吗？我们已经配很多年了，所以出去代表国家比赛也是你们两个配吗？基本上都是。那如果你们哪天吵架怎么办？就是爱上同一个男人之类的这种。不会那有没有遇过、听过某某人有吵过架，然后两个就配双打不顺了？你们要有默契。没有，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我不好说不好说。这个比赛呢，你们的心情是什么？对我来讲，应该算是国手前的前哨战，因为你们年底还要再选一次。对，你呢？都为了国手选拔，在做准备。那你们选上几次？5次、4次。第一次选上的心情还记得吗？还是后来几次都麻痹了？还是蛮激动的。第一次因为比较小，没有抱着可以选上的心情，比较平常心，然后选上，后面压力越来越大。那现在目前出去国外的比赛跟台湾的比赛哪一个比较大？当然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往国际赛去发展，但是国内这一部分还是要先尽全力去做到最好。国内压力应该比较大，因为国内可能自己也还没站稳脚步，然后国外的可能就是平常。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准备要选国手的选手们一些建议？希望可以放轻松，坚持的去应对每一场比赛。我就是心态摆正，就是训练上可以多去模拟比赛的情境，也是差不多，因为太容易练球很强，比赛就还好。对，就是赛前练球要想到的东西，可能练再多不一定会有用，但是如果你心态对了去练，才会比较有效。困难度做好，平常训练要认真啊。但是那个比赛的心情是不是要转换得很好？对啊，就拼就好啦。他的口吻就是放得很开的意思。你本来就没有啊，干嘛要那么在意啊？所以你其实不是把输赢看很重，没有，我看很重啊。你看人家只是人前人后。就他们平常不要那么鬼混吧。对，然后就明明就想要，但是你平常就是又不认真练球，然后你要怎么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你的目标很明确。好，那我们今天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谢谢。我明天还有比赛，因为我在决赛，所以明天就来放松。不要转，我没有转，我很怕输。那我们把它剪掉。会不会害怕？会。那会不会拜托他让你2分？不会。我是选上，我给他们多少钱？